中国干预加拿大大选，特鲁多，别忘了你父亲对周总理说过的话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严树军，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。污蔑中国干预加拿大大选，特鲁多的做法违背了他父亲曾对周总理说过的话。近几年，作为美国的小跟班，加拿大经常找中国的茬，例如要求中国公司从加拿大企业撤资，说什么他们威胁到了加拿大的国家安全。再有紧跟着美国的政策，限制和中国的科研合作，还有恶意炒作、监控浮标和间谍气球事件。说起来，加拿大学习美国那一套手段是真的有模有样。美国不总是说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吗？于是最近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就声称中国干预了加拿大联邦大选。很快，加拿大总理贾斯廷·特鲁多就宣布直接任命调查员，要来仔细查证一下这件事儿。这一唱一和的双簧，简直让人看笑了。随着2023年加拿大联邦选举的临近，加拿大此时放出这样的信息，其意图无非有三：一是加拿大保守党和自由党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了，总理特鲁多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，所以采取了一系列对华强硬的政策；二是加拿大内部对华强硬势力推动了此事，在西方舆论的熏陶下，加拿大国内的反华之风愈发强烈，而加拿大政客为了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，乐见于此。三是加拿大要跟着美国印太战略走，作为美国的众小弟之一，加拿大对美国大哥可以说非常忠诚。美国一个眼神过去，加拿大立即就能领会意思，并马上照做。当年的孟小舟事件就是如此。讲道理，有没有国家干涉加拿大内政呢？当然有，只不过不是中国，而是美国。近年来，加拿大跟着美国后面亦步亦趋，完全成为美国的附庸，这一点大家都看在眼里。而这种情况下，贾斯廷·特鲁多上任之后更加如此。这也让人不禁想起他的父亲，加拿大前总理皮埃尔·特鲁多，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老特鲁多。老特鲁多曾2次担任加拿大总理，执政时长16年，在加拿大极具威望。可以说，现在的贾斯廷·特鲁多能当选总理，得益于他父亲留下的政治资本。不过与儿子不同，老特鲁多始终认为加拿大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国家，与美国保持着一定的关系，甚至多次与美国发生外交摩擦。另外，老特鲁多很重视与中国的关系。1970年，老特鲁多领导的加拿大政府便宣布与中国建交，比尼克松访华还早2年。1973年，老特鲁多访问中国，受到周总理的接待，但是老特鲁多还对周总理说了一句名言：建设一个国家需要2种旅行者，一种是克服地理上的距离，另一种是克服思想上和精神上的距离，而我同时成为这2种旅行者。从老特鲁多的话中就可以明白他的外交理念，即一种求同存异与独立自主。这也是为何老特鲁多能认同不同阵营的中国，并且与周总理成为朋友。所以也希望现在的这位特鲁多别忘了你父亲对周总理说过的话。好，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